台北，东亚之星，美食之都。从高级餐厅到庶民夜市，美味选择应有尽有。捷运贯穿都会，四通八达，医疗系统完善，生活品质无忧，居民友善亲切，是全世界最安全的都市之一。台北绝对是您居住的最佳选择。不过只是有个小小的缺点，那就是地震来临的时候最好小心一点，因为台北会比其他地方摇得更大、更久。我们先来聊聊，离震央越远，感受到的地震一定就越小吗？地震产生的地震波能量会随着传播距离增加而递减，但是如果地震波从坚硬的岩盘传送到了松软的土层，反而会产生振幅加大、延时加长的效果，也就是地震会摇得更大更久。这种因为地质条件改变震度的现象，就叫做长指效应，又称盆地效应。那么台北是什么样的地质呢？很久以前，台北曾经是一块丘陵，直到40万年前左右，因为断层活动，台北陷落成了盆地。从此之后，数万年的河流冲击与海平面上升，在盆地的岩盘上留下厚厚一层沉积土。这些沉积土不仅结构松软，含水量也很高，就像是一块短的布丁。当地震来袭时，就会因为长指效应的原因，晃得比周遭地区更加剧烈。而且盆地的结构让能量消散不易，震波会在盆地里来回摆荡，让台北摇得比其他地方还要更久。以921大地震来说，震央在南投县集集乡，距离台北大约200公里。地震波抵达北部时，造成了震度4级的摇晃，但台北盆地却因为松软土层的长指效应，加上盆地的地形，震度放大到强震标准的5级，造成非常严重的伤亡。而在国外，长指效应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985年的墨西哥大地震。墨西哥市距离震央长达350公里左右，几乎是一个台湾的长度。照理来说，地震波抵达市区时，能量已经衰减了大半。但由于墨西哥市也是坐落在土质松软的盆地内，长指效应再次放大了震波。从数据上来看，盆地内测得的最大地动加速度，竟然是盆地旁测站的5倍，甚至比震央旁测到的数值还要高。整个城市像布丁一样甩动，造成了数千人死亡、数万人流离失所的惨剧。天哪，长指效应也太可怕了吧！那我以后应该要逃去哪里？屏东吗？不行，太热了。台南吗？饮食太甜了。还是嘉义？等等，虽然根据研究，的确有些地方地震比较不频繁，但这一切都是几率。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大地震，有许多地震也不是发生在地表所看到的断层之上。看似越安全的地方，可能累积越多的能量等待爆发。真正要选的，应该是抗震能力好的房子才对。可是我又不是专家，我要怎么知道什么才是好房子呢？不担心，这里有3个 pebble 可以帮助大家快速找好房。第一，优先选择年轻的房子。921大地震过后，大家发现过去的建筑结构耐震能力普遍不够。为了提高耐震能力，政府重新修订了建筑耐震设计规范，并于民国89年开始实施。只要是民国88年以前的房子，都是内政部定义的老屋，因为使用的是旧规范，无法确定他们的抗震能力好不好。而且这几年，耐震设计相关法规也陆续将建物与断层的距离、地质状况等细腻的条件纳入规范。也就是说，在施工正常的状况下，房屋新建的年代越晚，设计考量也相对越全面。第二，小心变更设计的房子。找房子的时候，一定要确认房子的结构系统跟原始设计有没有落差。尤其在住商混合大楼，1楼的店面有时为了采光或通透感，会打掉墙面或柱子，让建筑物头重脚轻，地震一来就容易倒塌。另外，台湾的公寓最喜欢顶楼加盖，原本5层楼的建筑，硬是要盖到6、7、8层，但每加1层都会增加建筑物的负重，也会改变房子的震动周期、受力反应等结构行为。等到梁、柱、墙的受力超过了设计强度的时候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第三，注意有损害的房子。
一般来说，房子多多少少都会出现裂缝，在隔间墙、门窗、插座旁看到的细微裂缝可以不用太担心。但若是在梁、柱和墙上看到45度的斜向裂缝，而且宽度可以塞入一个硬币时，代表地震已经造成了严重损害，结构强度减少了不少。如果连混凝土都开始剥落，钢筋都外露了，那还是赶快修复补强吧。那，如果家里就住老房子，又没有钱可以搬走的话，难道只能祈求老天保佑了吗？不用担心，你有听过老屋健检吗？只要上网点一点，按一按，专业技师就会来你家做耐震评估。如果发现结构强度不足，还是可以透过扩大柱子尺寸、增加剪力墙、钢构补墙等方法来拉高耐震能力，让老屋重返青春。这个你家可能要打掉重练啊！不要啦！身处在地震带上的我们，去哪都离不开地震的手掌心。但伤害人的从来不是地震，而是那些结构不好的大楼与房子。你知道你家屋龄几年吗？楼下有没有乱改设计？顶楼有加盖吗？检查过墙柱裂缝了没？如果还不知道的，赶快把影片分享给亲朋好友，大家一起来检查。也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《泛科学》，我们下期见。